我们来认识一下她。我觉得我的女朋友个子很高，样子很美，远远的望去，她就是我的一个女神。可是每当我靠近她的时候，她的样子却让我感到很陌生，她无法理解我的玩笑。我觉得她老是开一些特别不适合情谊的那个玩笑，就对我造成伤害特别大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哪句话是开玩笑的。我的朋友都能理解这是玩笑啊，为什么她不能理解呢？每次她都是特别委屈的一副样子。然后我觉得这样下去，我根本就没办法跟她沟通，然后也没办法跟她在一块儿。我特别希望我们两个能敞开心扉的沟通一下，然后更幸福的走下去吧。这标题是不是一句歌词啊？所以说写爱情的歌真是多啊。你要找一种情绪的时候，你总是能在歌曲里找到它。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因为开玩笑而要分手的情侣吧。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东24岁，来自唐山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磊23岁，同样来自唐山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为什么要跟他分啊？开什么玩笑啊？怎么了？就是他特别爱开玩笑，他开玩笑的方式跟别人都不一样。就是咱们可能平时别人开玩笑吧，都是嘻嘻哈哈的，就明显你就能看出来是玩笑。但他根本都不是。他开玩笑，他认真的，一本正经的在那儿跟你说。那你说谁知道他是开玩笑呢？有一次你知道吧？就是我问他，我说那个，哎，你以前交过多少个女朋友啊？然后还在那儿说那个那我数数吧。然后呢想了半天，告诉我根本都数不过来。这样的话我肯定会不高兴呀。然后他就从那儿跟我说那个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这你也相信？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呢，是吧？就是你就好像我无理取闹一样。那你明明认真跟我说的，对吧？那我为什么不能不高兴啊？他不喜欢这样就别这么开了呗。那你为什么不要这样？他这样问我，你说我怎么回答呢？我回答他也生气，我不回答他也生气。你不能凡事都开玩笑吧？那总有正经的时候吧？那我是认真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认真的跟你说，那你就跟我开玩笑？就那次我们两个一块去吃饭，然后他带我去见他的朋友嘛，然后我们就刚一进那个包间，但是我第一次见他那个朋友，我之前都没见过，然后我刚进去，然后他就介绍说我是他女朋友，然后他那个朋友就说那个。你怎么又换了一个呀？那人家肯定是就开玩笑的嘛。这个我就笑笑就过。这不一定是开玩笑，也许昨天带的是另一个。反正然后你这应该当真的听姑娘。我就没往心里去。然后人家他回来人家一句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还不如上次带的那个呢，那没准过2天我还就换呢。他就那样说，那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？那你当时没给他大嘴巴子？那我当时我就走了，然后人家追都不追。原因是这样的，我们关系很好，我们就是说我跟我哥们儿一直就是爱开玩笑、爱扯淡那种，然后我就没觉得他会这么生气。不是你，就算你再生气的话，你也不能把我自己抛那儿，然后自己就一句话不说就走了。那你说出那个话来是谁不生气吗？那女孩转身都走了，你看不出来我生气了吗？那我第2天不是找你了吗？你第2天找我，你当时干嘛去了？我当时吃的挺晚了，跟他，然后我以为你休息了。那还是我不重要呗。单从这件事情来说，我个人认为这绝对不是开玩笑，这完全是不尊重。你这么说真的很伤他的自尊。而且就算他发脾气发得很大，你真的爱他，在那个瞬间你应该去追他，而不是跟你朋友坐在那儿吃饭吧。还有就是我就是学生嘛，然后偶尔我可能做个兼职模特啊什么的，然后我最近就体重胖了些，我也就跟他说了2句，说我可能要减肥，然后但是他就从那之后你知道吗？我一吃饭他就说我胖，我一吃饭他就说我胖，就是我那你都这么胖了，你咋还吃呢？你就不知道就不吃，你都快胖成不是，那你管得住自己的嘴巴？
那我已经克制了呀，我有时候就不吃饭了，我都吃水果了。那我吃水果的时候，你还在那说。人家怎么吃水果的？你怎么吃水果的？普通的女孩，人家比如说吃樱桃啊，吃西瓜，吃1-2块，或者是吃一小碗樱桃就 OK 了。她是自己抱一个大西瓜在那儿崴着吃，吃完了，然后自己还有一个塑料袋樱桃，然后自己再吃。你说有这样的吗？就一直吃。她是模特，而且对身材啊，就是说要求很高的。近期她的一些那个商家可能就是说嫌她身材啊，就是没通过，然后她就很不高兴，就是一直在找我抱怨。那你这样，我一吃饭你就说我胖，你总无时无刻不在说我胖，那我就高兴了。那我怎么不对别人说呀？我不是关心你吗？啊，那你有其他的方式关心他吗？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最好的。哦。他微信好友里特别多跟女生的聊天，就是每次我都能看见，然后我就问他嘛，我说哎你微信里这女的都是谁呀？然后他说什么那个备胎呀，万一遇见比你更好的呢？就这么说。那你说这个我跟你说过多少次那是客户？那你实在你问的我不耐烦了，我才这么说的，好吧？那我不应该问了吗？那你微信里全是跟女生的聊天，我问不对吗？我是你女朋友吧？我做化妆品销售的，那我还全是大老爷们买化妆品啊，对吧？那你就好好说就不行吗？那你就非得那样说吗？我就发现我就根本没法跟你沟通。还有就是说，就是他特别爱哭啊。有一次，就是说我去外地出差，然后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然后我就哄他开心嘛，我说今天晚上我就回来，然后他就从早上，然后一直在火车站等到晚上。那你还好意思说？他想给我一个是不是？给我一个。我再等了你1天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要是知道你去等我的话，我就怎么样我都回来。那你就这样，那你就跟我说啊，那你等着吧，那我过2天就回，那我明天就回来，是你说明天就回来的吧？然后你就一直哭。那我等了你一整天，我早上早的我就去火车站了，我等到晚上8、9点钟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今天不回来吗？你在哪呢？然后他说我还从石家庄呢。我那。然后我肯定不高兴，我从那儿等了1天，我就有点火嘛。然后他直接来了一句啊，我的一句玩笑话你还当真了？他还说我。哦。你都不知道，那你不知道我等了你1天，你不应该哄我吗？你还怪我把玩笑当真了是吗？你们俩平常的沟通方式就这样吗？沟通方式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你告诉我。谈了1年多。1年多啊，就是彼此还挺在乎对方的是吧？在乎，我就怕他不高兴，我才哄他嘛。你也挺在乎他的是吧？在乎是在乎，但是就是他这样就是他总是在开玩笑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的假的。然后大概还不是开玩笑这么简单，是你们还没找到彼此跟彼此交流的方式是吧？对，就频道都不对，就压根儿就。那就分开呗，为啥不分呢？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在一块儿了呀。那为啥还在一起呢？就他就非得就觉得我们俩还可以在那个什么。你还愿意跟他交往是吧？愿意哈。这姑娘有什么好啊？这么吸引你？我就是觉得她很纯净啊，很纯净。这是你爱她的理由是吧？你是想离开是吗？我不是说真的想离开他，但是我跟他说了好多次了，我说你能不能改一改，就是你别开玩笑了。他说那我下次不了，就每次吵架就有下次不了，然后就无限制的下去。所以这恰恰是我特别想问的。因为我没有办法细聊他生活里的玩笑了。如果你所说的玩笑，就是你们共同所说的玩笑，都是类似于他第一次带你去见朋友那样的玩笑，而你生气的话，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玩笑问题。我可能理解的不对，就从我这个岁数的角度理解，大概是你对这个女孩不够尊重。他难受，你完全可以说啊，你不要难受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，对吧？我在石家庄出差，我回不来，我现在不能明确几点回来，我回来之前一定通知你，而不是你说那我明天就回来。你明明知道他傻不拉几的，你爱他是爱他最清纯的这一点，你说我爱他心里的纯净，她就是个纯净的傻姑娘，她就真犯傻，8点钟去等了，她等到晚上7、8点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斥责她，不是你说的开玩笑吧？你是应该安慰吧和认错吧？
我是这么看，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。那件事我确实跟他认错。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阿蒙老师。两位好啊，经常爱。在心理学上有这样一句话供你去思考：所有的玩笑都是以玩笑的名义在说着真话。但是这个真话并不是你听到你玩笑的那个人他所理解的真话，而是你心里内在的一些东西。就刚才你在你哥们儿那个面前是有一些我们说不尊重，但是那个不尊重不是说因为他不值得你尊重，而是因为你特别想要在兄弟面前有面子。看我在我兄弟面前我什么都能说，然后我兄弟就会觉得哎呦你看我多爷们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前兆啊。如果你真的不尊重他的话，你不会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去表达你对他的挽留之情。所以我们这个面子该怎么要，这个你真的要想一想。谢谢。谢谢白老师啊。胡老师。关于男生我说2点。第一，假时真来真亦假，刻意的玩笑可能真的是逗你玩，但无意识的玩笑其实潜意识里就是真话。他刚才所说的带你第一次去见你的朋友，你那个朋友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话，就上次带那个更漂亮啊，或者是等等等等，我敢保证这是真话。只有了解他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一定是他在他的那个朋友面前带了不止1个、2个、3个女生，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然我不能从这个角度说他一定是个浪子，是个花心的人，但是他朋友的这个话的描述说明他一定经历过数个女人，或者是见过，这一定是真话。第二，这个男生说你是个很纯洁的人，如果他真的认为你是个很纯洁的人，那么他就应该珍惜你的纯洁，在乎你的感受，就不会有种种嫌弃的话，类似于你吃这么多啊，类似于你跑出去他都不管你，不在乎你的感受，他不在乎你，他就认为你傻。但同时你又长得挺漂亮，所以他会有双重感受。第一重感受就是我拿下了一个漂亮的女人，
第二重感受，他的智商让我感觉到有点轻蔑，所以这双重感受结合在一起，就是一种结果。他认为找你是占了一大便宜。那你想想看，当一个人有了占便宜的想法之后，他会重视这个便宜吗？因为便宜来得太容易了，所以他不会珍惜这个便宜，所以才会有跟你种种的玩笑和对你的不尊重。如果他不认为这是个便宜，这是自己慢慢追求到的、努力到的，同时真的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女生，我也得好好珍惜，那么他不会不尊重你。如果有一个男生能够尝试着把你的简单和跟你一起成长的过程，把它真正的变成纯洁和单纯，这样的男人是值得你拥有的。但如果一个男生只是觉得你只不过是捡来的一个便宜的话，那你迟早有一天会被更大的便宜所代替。尊重自己。角度啊，我们开了很多角度，开这些角度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你们换在不同的视野上面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比如说，我真的不是轻贱这个人，我没有，对吧？但是我涉嫌了，有这样的嫌疑，我这个行为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就是对别人的轻贱和怠慢，对吧？那有可能老师有一部分分析的是对的，那你就听进去；有一部分分析的是不对的，你就找对的东西来跟自己对照。我指的对和错，不是说对你有利还是对你没利，而是真的能够给你生活启示和启发的东西。所以现在两个人其实就要尽心思考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既然我们彼此相爱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一个良好沟通的方式？这我看大概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但是我觉得老师们给你们开到的角度值得你们深刻思考，我不用反省这个词，值得你们深思，尤其是男生，女生也一样，值得深思。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谢谢你这1年多对我的包容。我承认，我20岁以后就没怎么长大过。我脾气很臭。看到了一段1年多的这个恋情，在这个恋情里好像充满了玩笑啊。来，请关门。不同的人对这段玩笑有不同的解读，有人解读为不经意的真话，有人解读为一些谎言，还有人解读为不尊重，还有人解读为轻贱，等等等等。但是核心是这对年轻的情侣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关注我们的节目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 剧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现在请您拿起手机，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这对年轻的情侣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？你看看，杀伤了吧？一直酷的没有笑容啊，这叫一酷到底是吧？得嘞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。
带着妹妹。接下来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在今天你能原谅我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就不会辜负你对我的这份包容。要保持一杯诗啊！我祝你们这个生活是快乐的，小伙子，挺好的，谢谢主持人，开心的生活吧啊！图里有一段话，请你记住，真心对待，一定要真心对待他，好吗？来，走吧，两位，开心啊！